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幼师蝙蝠》，我是蝙蝠云啊。马飞黑暗骑士归来，马飞家这黑暗骑士天天归来，就不打算走了是吧？薅羊毛可一个羊薅啊，这左一下右一下的，这多少个版本了？来吧，咱先讲今天这个，来自马飞的黑暗骑士归来，爱玛人士蝙蝠侠套装。虽然是大盒，但延续了系列统一的包装设计，除了体积变大了，元素其实没变，契合这套产品，也契合原著的黑色主题。它调整了卡纸的厚度，让这包装变得更结实。货卖一张皮嘛，尤其是这种带有套组形式礼盒规格的玩具，谁都不想收到盒子遭稀烂。另外，谁家那高规格产品，大盒跟常规盒用一个包装材质，那破逼包装一摁一个坑，谁反思？盒背官图堆砌，属于最没设计感的那一栏，过。这套产品的本质还是个半重涂品，发售套路就是本体重涂加大售大配件。这个蝙蝠侠的形象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大方向的纯重涂品，各式各样的重涂形象咱们节目里也都没落，但是咱也先看一看。虽说从系列的第一款黑暗骑士归来蝙蝠侠发售至今已经有个3-4年的光景了，但是今天回头看，这个素体的完成度依然是非常高，身形上敦实而厚重，强调其强壮健美的同时，又用素体这种预设的稍显佝偻的体态和衣物上这些有点过量的衣褶，又让整个人物的状态显得有些笨重臃肿。而且衣褶的刻画它是比较恰到好处的，这种稍微有一点过量的衣褶能让人感觉蝙蝠侠的这身衣服有点那么不太合身，让人能感觉到这个蝙蝠侠的状态有那么一些不舒适的感觉。同时还是这类素体构建好的，那无一例外是衣褶和它的肌肉线条主次刻画比较合理，大腿肌肉线条是若隐若现的，二头肌和腹外斜肌的肌肉呈现也稍显含蓄，配合这个衣褶，这身衣物或者说这个人有点拧巴的状态就出来了。可以讲几年过去了，从今天的眼光再投射到这个作品上，它还是一个完成度很高的特型素体。这次的涂装调色也算比较理想，可以说这系列的蝙蝠侠除了双人套的那个蓝色版之外，这个调色都算有水平。黑色不必谈，这个底衣的灰色饱和度很高，颜色偏深，和整个衣物黑色的大调非常协调，并且整体的颜色上非常沉稳。衣褶上的几绺渐变色也让这个产品比较提格，让它有真实感。胸标黄色的饱和度也很高，让它从这一身战衣里拖出来。从配色的角度来讲也很和谐。这次蝙蝠侠本体上最重要的改动其实是披风，相比前几版它是做了一个加长款，就是拉起来超过脚面，摆放的时候有拖地的效果，这也属于合理改动。一方面这个本体它主要服务于这盒的骑马，那骑马造型有一个更大的披风，它会对于骑马造型有一个更大的展现空间。另一方面在原著的不少画面里，这个披风也是拖地的，有的时候还会飞出镜头之外，作为一个写意的刻画元素，属于合理化的改动，没问题。好啊，优点说完了，以下是产品问题。最主要的毛病，头雕。实际上作为这类有比较出色素体的产品，它的容错率较高，翻新成本也较低。说俗点就是换个头就是新产品，而这颗老头已经伴随我们的岁月有点太久了。这颗头的构建本来就不够标志，或者说不够典型。它虽然在原著里可以称得上是有出处，不过它的出处形象参考本身就是一张侧脸，头雕也是这个产品最具升级空间的地方。虽然素体不错啊，但是你换个披风换个胸标，它就是没有换头来的直接，对观众对玩家的吸引力也弱。替换头怒头，实际上这颗头是比之前有了一定的微调，例如说呲牙的角度啊，下巴的宽度啊，和眼睛的弧度啊，是让这颗头有了更好的观感。虽然说马飞还是执着于做这个牙龈出血的涂装，但是这个确实算是这个系列里涂的比较到位的了。但是这种微调的辨识度实在太低，甚至不能被大多数玩家接受为新头。更何况这类呲牙的表情头本来就是玩家的次要关注对象，那对玩家的吸引力也要再打个折扣。四舍五入改了等于没改。那另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咱还得说胸标。首先这个黑灰配色的战衣配黄色的胸标，它本身不是原著里骑马形象的这一身，不过这个至少在发售考量上比较合理。毕竟原著里大家的概念就是2套战衣，黑色的方标版和蓝色的原标版。
那你如果选择这套里使用黑衣黑标的形象，那就基本等于是第一套发售的那个黑标版的完全升级版，甚至是完全取代了这一产品的意义。那对于这个系列的早期玩家感受一定是差的。现在老说一词叫背刺。且另一方面，马飞并不是什么标榜永不再版的高端厂商，日系这些玩意儿颠过来调去总再版。如果你以刚才的名义推出，对自己也有影响，至少这个商业逻辑是能说得通的嘛。但是这个胸标造型的选择，它肯定是毛病。它整个主体跟蓝色双人套那版是同模，胸标素体上自带的刻线也是同样的，所以它沿用了蓝色版那个胸标，也就是咱们讲过的那个授权商标。遗憾点主要是两个，一方面咱说了，黑暗骑士归来的原胸标不长这样，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这个黑衣原标的形象，整个漫画里有强指向性的只有一幕，并且有个1页大的全幅特写。也就是说，你只要选择了这个黑衣原标的形象，那基本上就确定了你的形象参考是这一张。而所谓这个原型胸标在漫画里各式各样不好参考的这一说法，在这儿也不成立，因为这一幕有非常直白的特写，它就长这个样。咱就手也解答一个问题，这是前段时间观众的提问，大概意思是说马飞的这个原标并没有做错，它是动画版黑暗骑士归来的标志。哎呀，咋说呢？想法挺好，但是不是那回事啊。同样有这个疑问的小伙伴，我几句话给大家拆解一下就明白了。首先最好理解的就是做啥参照啥，姑且不提动画胸标长不长这样，马飞的产品不论是包装的 logo 上还是授权信息上显示它制作的都是黑暗骑士漫画的形象，即使漫画和动画呈现的是同一部作品，它也无法被看作是完全相同的一个 IP。 许多漫改电影小说改电影也是一个意思，即使是尊重原著的创作，它的作品受众含金量也完全不同。这个原型胸标在原著漫画里它就一模一个样，长得稀奇古怪的，动画里是有长这样的，但是你往顶上套也不合适，因为动画延续了漫画的作画特点，也是东一个样西一个样，长得也不一样。蝙蝠侠的胸标一般契合蝙蝠侠的状态，这一版蝙蝠侠身形强壮而臃肿，所以不论是方标还是圆标，它的蝙蝠都是方方的或者是肥肥的感觉。圆形标志也是经常是把这个圆标撑满，跟蝙蝠侠本身的状态比较契合，所以看起来也和谐。但是这个酷似89胸标的蝙蝠侠商标，它的问题是这一版胸标上的蝙蝠身形过于标致且优美。那讲到这儿，可能还有同学说那不对呀，你动画里确实有这个标志的呀，它怎么看着就和谐呢？那为什么这就不能用呢？这个原因也挺简单，就是漫画版这个圆形胸标它是个大标，占据了几乎蝙蝠侠的整个胸口，所以这个妖异优美的蝙蝠胸标就呈现的特别彻底，也显得特别突兀。但是动画造型它是小标，就在胸肌中缝的一个小圆儿，呈现空间小，就让这个蝙蝠和胸标都紧凑起来了。所以你看动画中胸标有接近这一造型的镜头，它也是不突兀的。玩具的问题在于它使用了漫画版胸标的尺寸，又错误的使用了胸标的形状，才导致错上加错的不协调。这个它要是真用动画里的标缩小到这么大，兴许还真不难看。现在这个四不像就不行。本体的配件就讲最值得讲的吧，这套独占的是个替换的上半身腹部和一个带有血字涂装的手型，用于还原原著里被小丑扎一刀这状态。呱扎你一刀，你这血还没擦干净了，他打那过，哎，不叫事儿，要勇敢起来。跑哪儿去了？这哪儿跟哪儿啊？这个配件按理说也应该是搭配黑衣黑标的那个形象。这么发售的目的呢，刚才已经说了，就是不让这个系列的每一款完全失去价值。你要是想配那个漫画形象，回头你还得再来一盒前面那个。当然了，这个配件和这个造型，就原著的影响力来说，也只能称得上是一个小造型，谈不上有什么重要地位。聊胜于无吧，有点没屁应急的感觉。独立的帽兜配件，这套连真人头都没有，这老防穿帮的帽兜这用不上啊。那这不用说了，这就更套路了。如果说你想做一个黑标露真人头的形象，那你就至少得买一个这个，再买一个带真人头的蓝色版，战损也好啊，双人套也好啊。你要说独立配件放这里有啥价值，那就是屁价值都没有。无名大黑马，这是在黑暗骑士归来故事中，哥谭市受到核阴云影响，电力瘫痪，城市陷入混乱时，蝙蝠侠使用的坐骑，由他带领蝙蝠之子暂时代替哥谭的法律，维持秩序，
末世大黑马，不知道后续的北斗神拳有没有借鉴它。这个马怎么说呢？它就是个马，它没有关节，就是一坨大胶。马匹的毛发、腱膜，马匹的周身涂装都毫无亮点，只能看出这马喂的挺好，挺富态，但是丝毫看不出马的健壮和它的野性和力量感。整个状态很单薄吧。整个面部的处理也挺普通的吧。如果从构建的角度来讲，也就是个比较低端的育儿仿真动物。所以说这马鞍是可以替换的，这是完整版的。也就是说这匹马它是支持独立展示的，但是没啥用，也不具备单挑的价值，本质上还是个大配件的档次。而且构建力学之类的做的也非常平庸，需要靠一根胶棒来支撑。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撑，但是没有挣扎的意义啊。这整个马的重心全在前面，再加上它是 PVC 的，本身就是软胶，所以往这摆一会儿就往下抬呗。你看咱说话这会儿功夫，这马都快趴地下了。所以你要想这马精神头足点，那就必须上架。装配蝙蝠侠之前，需要把这马鞍卸掉，换上这个替换版的马鞍，就为人物的成旗留出弧位了。相对的更容易做，也更容易固定。看向整体造型，这个支架的支撑点、视觉的隐藏方式，其实都挺平庸。透明装的展示效果也比较廉价。不过综合产品定位来讲，这一区域的配位设计算是凑合吧，没有亮点可言，用了最保守的呈现方式。适配的效果还可以，一方面是这身素体本身的关节比较理想，也比较现代，虽然强壮，但是受限的地方比较少。胯部的抽拉关节也能为骑马的造型做一定的增益。马鞍也为服务人物做好了预配位，能让人物坐稳的同时，比较容易的完成它预设的造型。同时这种程度的契合也能一定程度上的抬一下这个构建上比较平庸的马。这个更长披风的加入也让这个骑马造型能有一定的提格，为这个造型赋予一个更强的张力。而且披风本身预设的这个分层，在这个时候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它能更容易的让披风展开的效果更具层次感。但是披风的劣势呢也体现出来了，就是这次披风的铁丝值少了。这次的披风大了许多，但是只有2股铁丝在分别两侧，所以披风的飞扬造型相比之下比较吃力，一头沉嘛，它有点支撑不住。如果中间再分个2、3股，那展示的效果会更好。实际上这套还有一个可以称为是大体积配件，产品的内包也是背景板，画面是原著中歌坛的夜景。这个背景板的指向性就很强了，它不是那种比较暧昧的内包，可以拿来当做背景板。它这个一方面是用的卡纸，相比之下更结实，不会忽闪忽闪的。另一方面呢，这个真是精准的考量到了不少背景板的痛点，就是它这顶上附了一层眼膜，这个景物啥的一下就沉稳下来了。更重要的是近镜头不会机灵机灵的反光，那个反光效果一来，就啥好背景都白扯。跟产品的适配效果也比较理想，能有一定的漫画共鸣。眼膜一上没有那贼光，也更能让这个玩具沉浸到背景中去。同时原著的这个歌坛夜景也算比较百搭，配前面的产品也没问题。马飞黑暗骑士归来的这个人马套装，虽然这已经是这个系列这个素体的第无数个重涂品了，但是你得说，在一个好的框架上构建产品，就是不容易让人讨厌。也许这次的产品已经没有什么惊喜了，尤其是蝙蝠侠这个默认头雕，颠过来吊去用好几年了，那确实是让人有怨气。但是这一次比较扎实的涂装，比较协调的配色，那确实是抬回来一部分。甚至胸标的错误也不那么让人膈应了，用整体的舒适去掩盖掉一些大方向上的问题，这也是每个产品每个团队都应该思考的。这个马的加入虽然也没什么惊喜，但是算是有点新意吧。没有关节确实是降低了这匹马的互动性，比较僵硬的腱膜也让这个马不怎么出彩。不过砍上线拔下线吧，首先适配的效果比较理想，有一定的提格。其次不可动的马匹通过它的预设配位，确实是能让更多人更简单的完成官图里最标准的形象，且通过马匹和披风的遮挡，让这个作品在视觉上一定程度的抹除大部分关节，让它更接近一个小雕像。总之吧，作为一个半重涂品，它谈不上优秀的设计和开创性的理念，但是依然在一个出色的框架之内，把它做成了一个水准之上的作品。那么接下来华纳的禁枪政策可有点松动了，我们会不会还能在这个系列里看到新的重涂品呢？我们拭目以待吧。好了，这期咱们聊到这里，感谢各位收看，我是蝙蝠云，咱们下回见。